孙一白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苏月瑶，好在他没有错过这么好的女子，往后他要和她相守在一起真的挺好。崔阳沐浴时间很快，之后他又安排了禁军守好院子，南风此时也在门口安排凤羽卫。崔策军不是陪着妻主的？啊，我出来安排一下禁军，孙世军在照看妻主。这处院子可安全？很安全，凤羽卫已经排查了一遍，府外孙府又安排人守着，加上我们的人还算安全，但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此处离东离国不远，新策军这2日又没有传信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晚上叫上许世军，我们3人轮流守夜。崔阳交代好后，就直接进了房间。一白，你去沐浴吧。好的。孙一白又看了眼床上躺着的苏月瑶，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了。这一觉，苏月瑶醒来已经是半夜了，发现身边没有人。她怎么记得崔阳过来抱着她睡觉呢？妻主醒了，要用膳吗？殿下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怎么记得我睡前是易阳陪着我的？刚过丑时，易阳去外面守夜了，我刚过来。孙府不安全吗？还需要守夜啊？这里离东离国很近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妻主的身边必须要有人陪着。好吧，你们安排吧。妻主，要吃些宵夜吗？不吃了，我们直接休息吧。那就休息吧。两人相拥而眠，睡了过去。翌日一早，边城知府早早的过来了。苏月瑶见了他，说了些客套话，又见孙府的一些人，就这样忙了一天。在晚上的时候，普安赶过来。此时的普安风尘仆仆的，整个人都带着疲惫感，而且他还看到普安脸上的胡子，苏月瑶差点没有认出来。妻主，我先沐浴，我这3、4天都没合眼了。你赶紧沐浴休息吧，我让下人直接把膳食放到你的房间。多谢妻主。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这么邋遢在妻主身边出现的。我虽然喜欢看脸，但是更喜欢心里有我的郎君呢。妻主，我心里有你，你为何不喜欢我？你觉得呢？苏月瑶没看他，直接回了院子。翌日一早，普安给苏月瑶汇报石家的情况。石小知府直接判了斩首，石家其他的男丁全部流放，女子全部贬入女楼。山里的1000人被陛下派人给押走了，具体如何安置，普安也不知道。那些在凤都的有了名册也好抓，想来陛下会深入查下去。这些都不关苏月瑶的事情。下午的时候，星辰回来了。妻主，东离国摄政王百里岩已经执掌东离国13郡的兵马，而且朝中的大臣几乎全部归顺他。这次确实是在东离城举办诗词文学会，也邀请其他周边的小国。等于说这百里岩权势几乎位同于女皇了，为何不直接当女皇？东离国女皇百里柔整日喜好男色，往年还会上朝，这几个月这些朝会都由百里岩主持的。因为当时皇位是上任女皇定下的，百里岩和百里柔在当皇女的时候关系就很好，听说之前百里柔还救过百里岩一命，而且百里岩也觉得当上女皇天天住在宫里不方便，也就没有取代百里柔了。这百里柔的女皇当的是多潇洒。我们明日就出发离开边关，去往虚城，那里城外有专门等着接妻主的使者。虚城到东离城要1天时间，路程比较平稳。好，那明日就走。诗词大会确定具体举行的时间没有？还没有，东离国高手比较多，所以打探消息比较难。韦继华你可看到过？看到过，如今他可是摄政王最看重的儿子。听说摄政王为了他处置了他后院的一名郎君，对他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态度。我本想偷偷混进摄政王府的，但是摄政王府很严，几乎安插不进去人。你已经查出来很多信息了，等我们到了东离国，我见见这摄政王。这样的人物他确实挺想见见，要是搁现代都是他见不到的大佬人物。众人下午忙着收拾行李，孙府知道苏月瑶明日要走，想要给苏月瑶饯行一下，但是他拒绝了，他不想太麻烦。就这样，苏月瑶带着众人离开了边城。等出了虚城，苏月瑶看到远处马背上的人，有些咬牙切齿。妻主怎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看到那个让我们来的人。苏女君，没想到我们这次见面是在这里。是啊，韦公子，你让我来这么远，你觉得我能放过你？哦，
那苏女君就别放过我了。我其实也不想放过苏女君的，我母王很是宠我呢，我都没想到她会为了我把你招过来，真是意外之喜啊。是吗？我们也算是熟人了，在你的地界，我不亲自下来和你说说话，多失礼。苏女君怎么了？小世子是特意来接您的。是啊，特意。使者，我和你们小世子有些事儿要解决呢，所以你站一边去。你们都去，给我打！好的，七主。他们刚动手，这边韦继华身边就有一群黑衣人围着。韦公子，想要进我的后院，不和我的郎君切磋切磋，可是不行的哟。不然，即使贵国的摄政王以权压我，我死都不会娶你的。苏女君之前可没这条件啊。之前没有，现在有了，你自己选。那好吧，先说好，不准打脸，不然我就很丢人了。韦继华摆了摆手，黑衣人消失一瞬间，星辰就围了上去。刚开始韦继华还能躲一下，但是发现躲开之后被其他人打得更疼，直接干脆抱着头任他们打。哎呀！最后以韦继华躺在地上求饶结束，确实是没有打脸，但是身上怕是没有一块好肉了。副统领，你们把我打一顿，我这样子怎么骑马？母王的人都看着呢，你们还拦着我上马车，事后对你们也不好是吧？夕阳，让韦公子上马车。因为到了虚城，公羊、若愚和普安都是特使，就不在马车里。骑马走在前面，他们还要和东离国的使者交谈。苏月瑶听到星辰让韦继华上马车，虽说心里有些疑虑，但是也没有说什么。之后马车继续往东离城去。苏女君，你这打也打了，你这次来，我确实不知道我母王会以两国之事把你给招来，我给你道歉。虽说不是他做的，但是也因他而起。韦公子认错的态度倒是可以，来说说摄政王后面有什么安排。其实母王就是看上了苏女君的肚子，东离国的女皇也就是我姨母，她只生了3个儿子，而这3个儿子出嫁后也未曾让他们的妻主有孕。之后就是我母王加上我是6个儿子，我其他5个兄长嫁出去后也至今未让他们妻主有孕，而且他们的联姻对象都是朝中大臣的子女，他们又不能一直霸占着妻主专门给他们生孩子。你这么说，东离国要绝后了？目前是这么个情况。我母王寻到我的时候，已经给我找好了联姻对象，但是不知怎么就听到了苏女君未满18岁，生下了2个小女君。之后我身边的黑衣人又告知她，我想要嫁给你，我母王就彻底看上了你，之后才有让你来东离国的事情。摄政王就不怕我给你生下孩子好，将来我控制东离国？我母王想来是不介意的吧，她最介意的是她的儿子没有给百里家留后，只要是百里家的儿子，我母王说了，你要是想管东离国，他让权给你。他说他操劳够了。他本来没回来之前，觉得他母亲让他父亲被人害死，又害得他沦落到封栾国韦家当庶子，肯定后院是一团的糟。但是回来那天才颠覆了认知，母亲后院的郎君个个很守规矩，而且也都不是心思深沉之人。而母亲一直从未放弃寻找他，那个陷害他父亲的弑君确实还活着，但是几乎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了。就等他回来亲自宰了他。想想他当初心里想的就是回来如何斗智斗勇，到最后那受折磨几10年的人趴在地上求他杀了他的模样，他都吓了一跳。还有他回来的时候，有人不想多个竞争力，派人暗杀他，也被母皇给揪了出来。听说他那个哥哥被母王折磨了半个月，如今出来看见他都躲，更是一点小动作都不敢做了。韦公子，我说句话，如果我实在是不娶你了，会是个什么结果？摄政王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？苏女君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妄想拒绝我母王，她其实真的有些不好说，我怕到时候她把你留在这里逼我们2个生孩子，到时候你更惨。我母王如今为了子嗣已经到了疯了的程度，还有新郎君在东离国的一举一动，我母王都知道。我本想私自告诉你，但是我母王说了，我要是敢说，她会收拾我。我害怕。这摄政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？你不是很受宠吗？还怕什么？我母王折腾人的手段很多的，她对自己的孩子也就留一点情，但不多。
如今我刚回来，即使犯了错，他也是闭一只眼。但是他警告我，我要是犯了，我也是要挨罚的。我现在掉头回去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不说我带着的黑衣人，就暗处的高手，苏女君想要全身而退都很难。不然我为何在这里接你？就是让你不好回凤鸾国。你提前告诉我这些，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？要不我直接把你取走吧，咱们现在就离开，也不用到东离国了。不行，我母王不是还给凤鸾国不少条件？之前我只想进了后院当你的侍君就可以，如今怕是不行了，最少也得是侧君，而且还是我和亲到凤鸾国，带着虚城和百年友好的和平书。摄政王都打算如此了，我来不来其实不重要啊。我还是直接掉头回去等着娶你吧，侧君就侧君。那也不行，我母王想见你，他怕你不和我好好生孩子。难道我娶你了，他还想要派人监督咱俩洞房不成？那倒不会，因为是想要你的当面承诺，或者什么的。就为了这一个承诺，就让我不远千里的过来，你母王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母王有良心，但不多。他真是摄政王的好儿子啊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母王掌权多年，她只凭她自己的心意做事，从未在意他人。可如今算是不管如何都要见你母王是吧？没错，我母王一直想见见你，看看你到底有何区别，能一下生出2个女儿来。苏月瑶彻底不想说话了，这摄政王大概就是想看她肚子。苏女君，我说这些就是想要你心里有分寸就好，到时候应对我母王轻松些。你说的这些并不能让我轻松，你母王的思路也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。苏女君，其实你顺着我母王的话，我母王很好说话的。还有，话说回来，我长得也不丑，我母王让你娶我，你就答应了，也就是睡几觉的事情。等你我有了孩子，直接给母王送回来，皆大欢喜。你要是觉得亏了，让我母王补偿你，只要你愿意多生孩子，她应该可以满足你很多条件。你说的这么简单呢？东离国也是女子掌权，我最起码要给你生个女娃，你能保证我一胎就中呢？我还有其他的郎君，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我就光给你们生孩子了。你的脸挺大的呀。关键是你们东离国押宝也不能全都压在我的身上是吧？你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兄长呢，不能因为我生了个双女，下面就是生女子的吧？但是我母王觉得整个大陆多少年没有出现双女了，你是唯一的一个，肯定是上天派来的，是有气运加身的。你们母皇还挺迷信的呀。苏女君，迷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哎呀，算了，这个解释不通。就因为这个所谓的气运，所以他才非要你嫁给我。这个还不是个大问题吗？气运，上天指派，一般人想有还不能有的。好吧，韦公子就不怕嫁给我了以后，万一没给你生下孩子怎么办？那就随意呗。我母王也说了，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就是天命所归。百里家该绝后了。这摄政王这么信命的吗？苏月瑶不想再说了，他在想要如何是好。算了，要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，打不过直接加入好了。这韦继华确实长得还行，就是生孩子，他本打算按照进门顺序给远义和远景生的，总不能让韦继华后来居上吧。这次跟着他来的还有大皇子和崔阳，要不让他们一起插个队？和他们留宿一起的时候，直接都吃住院果，怀谁的孩子交给老天。上次能同时怀绵绵和暖暖，这次要不要也试试？说不定也能呢。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尝试，不是吗？毕竟他都穿越而来了，这是不是就是气运呢？但要是接下来他都生的是女孩，他以后的日子呀，哇，想想都有点可怕。东离国的事情不解决好，这摄政王应该也不会轻易放他离开。如果他真的有气运，直接有孕了，可以选择生活在边城，但是他想芊芊和绵绵和暖暖呢，好烦呐，怎么都不好两全的。记住，如今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只能如此了。魏公子，说到底还是你惹出来的祸呀！看到你，我真想打你一顿。记住，等你娶了韦公子，我们轮流每天给你出气。苏女君有话好说啊，我刚才被打的还疼着呢。哼，魏公子，我如今这局面是你母亲惹出来的，母债子偿没有错吧？
苏女君，我成为你郎君了，咱们不就是自己人了？你舍得让他们打我吗？舍得。好了好了，我大概知道我想知道的了。韦公子可以下马车了。苏女君，我可是把所有知道的都说了，你不能如此，我身上还疼着呢。还有外面的人看着我被赶下马车，我脸都丢没了。七主，要不到前面驿站再放韦公子下车？其实他觉得这位公子也没有做错什么，即使他没有看上七主，以七主生育双女的情况，摄政王也会想法把七主招来。这韦公子其实就是典型的倒霉，先是看上了七主，之后又凑巧是这个身份，让七主对摄政王不满发泄到他的身上。韦公子可以给我说说摄政王如何发现我的行踪的？苏女君身边的郎君背景，我母王都已经查清楚了。你们的车队其实在没有进入边关城的时候，暗中就应该有我母王的人监视着，所以新郎君出去整个过程他都有派人观察着。看来你母王手里高手很多啊。是很多，个个都是高手。我们百里家族一直有特殊的内功心法，修炼之人内力很强。我母王身边的人都是自小跟着母王的，中间都是以他们的能力划分的，有的轻功特别好，有会易容的，有内力强的。所以暗中观察你们的人应该是擅长轻功的高手。这种内功心不是只传你们皇室之人吗？是这样的，好像选出来的人有时皇室会做些什么，让他们可以修炼这种特殊的内功心法。之后一直到了驿站，星辰都在问韦继华关于东离国的事情，苏月瑶遇到好奇的也会插嘴问问。晚上在驿站歇了一晚后，第二日4时的时候到达了东离城。此时马车到了一处宅院前。苏女君，我先回府了。苏女君请，我们小世子专门给你挑选了一处清幽的院子，请您跟下官来。多谢。苏女君客气了。苏女君为了不打扰您和各位郎君休息，院中的下人每日会送膳食过来，晚上会送热水，其余的时间都在院子门口守着。你需要可以派人让他们进去伺候。明代的护卫可以住在隔壁一处小的院落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使者安排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下官要去和摄政王复命了，告辞。七主是想沐浴还是用膳？我们先用膳吧，晚上再沐浴。好。苏月瑶去了膳食厅，发现里面的下人已经上好了菜。你们都坐下吧，我们边吃边说。我打算娶了韦公子，早点回去。如果韦公子说的都是真的，只能娶她了。七主，尝尝这道虾，东离国有靠海的府城，鱼虾之类的最好吃。我尝尝。摄政王此意就是奔着我肚子来的，随意吧。等这里的事情完成了，我们倒是可以去海边看看。七主，我也要去，我之前游历看过一次，很壮阔呢。是吗？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他在现在的时候也没有去过海边，在古代倒是实现了。摄政王此人不好对付，我们还是要当心些。确实，今日进城的时候，看街上的繁华程度就能看得出来，东离国在他的治理下很是富足。而且我看韦继华有一些怕摄政王，韦继华来接我们，甚至他说什么也许都是摄政王授意的。真假来说，等见到摄政王就知道了。七主心中有数就好。普安，你和公羊是特使，要给东离国女皇上书表达两国的友谊吗？不用，我们就等传召。这次主要是七主参加所谓的诗词大会，女皇如果不传召我两个，我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。哦，七主，诗词大会你准备些诗词没有？就是一个过场，没有什么准备的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题目，所以我才不费心呢。听说七主之前画作的很多诗句都是自己做出来的，主君提的。大部分是这样的。七主对主君真好。七主，下次您作画，我可以在画上题字吗？可以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等回去了，我画一幅送给你。七主，我也要。苏月瑶顿时发现其他几人也都看向他。你们要是有喜欢的画，回去找我，我给你们画一幅。多谢七主。顿时公羊若愚几人都开心了。
我之前没有在画上题字，是觉得我的字没有主君的好看，所以就让他来题字。他的诗词源于唐诗300首和部分宋词。七主这谦虚的样子可真可爱。你的字虽说用力上欠一些火候，但是书写上可是自成一派的。我没有谦虚，你们随便想吧。诗会你们也别担心了，我觉得就是为了吸引我过来，到时候看情况而定。用过膳后，苏月瑶就打发他们回各自的屋子休息。此时的摄政王府，在一间光线亮堂的房间里，一位身着暗红色华服的中年女子正慵懒地斜靠在一张雕花大椅上。她微微眯起双眸，看似漫不经心，但那锐利如鹰隼般的目光却始终紧盯着下方恭敬跪着的黑衣人。黑衣人正给女子汇报苏月瑶的情况，而这位女子的五官堪称精致绝伦，高挺的鼻梁下那张性感的薄唇轻抿着，透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，似笑非笑之间竟散发出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威压和魅力。这苏月瑶听到小世子的话，没打算逃跑？回王爷，没有。如今他已经带着他的郎君住进四方馆了。哼，这苏月瑶有点意思。还有小世子，看来对本王怨念怪深的，一点都不为本王多说句好话。本王可是为了他的幸福牺牲一座虚城呢。跪在地上的黑衣人已经开始冒汗了。虚城本来就可有可无，小得可怜，要是起冲突，第一个先遭殃的就是虚城。虚城要是给了凤鸾国，将来您要是动武，这虚城不还是您的？还有小世子从回来，您确实比对其他的世子要纵容一些，但是要求也最严厉。小世子每天的训练量比其他世子都多，黑衣人都有些可怜小世子摊上这么个母亲。看到书房中间坐着的中年女子，此时她正在低头看手里的折子，一点都没有因为苏月瑶的到来而说什么。苏月瑶就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女子，怪不得韦继华长得不错，原来是遗传。摄政王的面貌确实是出众，能力还这么强悍，真不知道上帝到底给他关上了什么窗了，也许就是女司的问题。就这样，两人谁都没有说话。苏女君身为凤鸾国的太女太傅，见到本王不行礼直接入座，礼节呢？那王爷从我进来一声不吭的处理公务上，也没有尽到待客之道啊。哼，本王多久没有见着和本王如此说话的人了？那我岂不是让王爷觉得有意思了？是觉得你有些意思。本王的小儿子看上你，这次你来东离国，打算如何迎娶他？本王儿子当个主君也是当得的。如果王爷这么想，那就要失望了。我的主君不会懂，我苏月瑶的主君此生只许他一人。本王有能力让他消失呢。那王爷顺便也把我给整消失吧，这样东离国皇室不知道会不会绝后呢？苏月瑶，你是生了双女不假，但是你就保证你再次有孕也生女子？是不能保证，但是王爷不是说了，我是有点气运在身上的。你要是不考虑这些，会千里迢迢的把我给整来。摄政王被苏月瑶态度给气笑了，他起身，一个虚影直接走到了苏月瑶的面前，伸手捏着她的下巴，迫使她抬头看向他。苏月瑶看着眼前的摄政王，恐惧倒是没有，只是这姿势总有种被调戏的感觉。摄政王，我不喜欢女子，我喜欢俊美的郎君。苏月瑶话落，明显感觉摄政王的手一顿，脸色有些阴沉地看向他。苏月瑶的第一反应，这是恼羞成怒了，上来捏下巴摸脸的，不是对他有意思，难道还有其他想法？没有人告诉他摄政王是男女通吃的人物啊！要是这样，他死活都不来。他的清白，本王也只喜欢俊美的郎君。摄政王看着苏月瑶变来变去的脸色，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那王爷，您这是占我便宜了吧？我岂不是吃亏了？苏月瑶说完，直接伸手摸了摄政王的脸一把，顿时摄政王的脸色黑如阎王，捏着苏月瑶下巴的手更重了。唐唐，摄政王，您手轻点，我的……你给我闭嘴！
这时，外面守着的奴仆以为出了什么事情，走了进来。看到摄政王和苏月瑶此时的姿势，顿时愣在了原地。给本王滚出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杖50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给本王压着苏月瑶，让他在一旁看着。摄政王，您惩罚下人，让我看什么呀？我又没有干。最后，苏月瑶在院子里看着被压着打的仆人，几板子，仆人的屁股就有血印出来。他刚想扭头，不想看如此血腥的一面。苏女君，王爷的命令是让您看着。你们王爷是不是有？苏月瑶话说了一半停了下来，看着仆人已经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，屁股上的血已经渗了下来。苏女君，王爷的命令属下可不敢违抗，不然这奴仆的下场就是属下等人的下场。苏月瑶全程看着仆人从刚刚的表情狰狞到最后瘫在地上，打完之后的仆人直接被拖了下去。他还活着吗？第一次直面一个鲜活的人就这么没了，他甚至只是因为摄政王的怒吼怕出事才进来的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人命是最不值钱的，上位者随意打杀一个人简直太容易了。苏女君，请吧，王爷还在等着您呢。到了书房，摄政王还是在看折子，像是刚刚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。苏月瑶还是没有说话，直接坐到刚刚的位置上。苏女君有什么想说的？没什么想说的，死的是王府里的仆人，我难道要为他说什么吗？苏女君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，从未打杀过一个下人。本王还以为你上来会说本王残忍，随意杀人呢。王爷的府邸，我岂敢指手画脚？整座王府的命都在王爷手里，我说什么也不会管用。王爷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明说，不用为此来震慑我。毕竟我知道摄政王没有想杀了我的意思。苏月瑶，本王查过你，你在义县未赶出家门前，可是一个好吃懒做、偷鸡摸狗的无赖赌徒。但摔下山崖被你主君所救后，就变了一个人，会画作，会作诗，会弹琴，会下棋，会写出传世的文学等等的，连兵书武器你都知道，甚至对很多未知的作物也了解。所以本王一直觉得你不是义县的那个苏月瑶。所以你刚刚摸我的脸是确定我有没有易容？当初星辰不也是怀疑他，上来就摸了他的脸吗？这检验是不是易容的唯一办法就是摸脸吗？不然呢？本王不喜欢女子，对你没有想法。那就好。苏月瑶，不解释解释本王刚刚说的问题吗？王爷要我解释什么？不管我会什么做什么，我都只是义县出来的苏月瑶，不管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奇遇都和您无关呢。如今他在面对这样的质疑，可是什么都不怕。那就是有奇遇了，怪不得呢。你娶了本王的小儿子，并给他生下女儿，这个孩子姓百里。如果将来本王和陛下没有留下血脉，这个孩子就是东离国未来的女皇。摄政王就这么确定我会答应你？你要是不答应本王，那就直接住到本王府中，娶了本王的儿子，一直到你生下女子，如何？摄政王如此，不怕发动两国的战争吗？不怕，百里家都要没有后了，本王还在乎什么怕什么？再说东离国如今兵强马壮的，一场战争而已。如今虚城外，本王已经派遣过去的20万大军还在呢。如果你在东离国内，本王要是直接发动战争，凭你们的凤凰本身就猜疑心重，他会不会怀疑你投靠了东离国？这离间计用的真妙啊，他都不知道用什么话反驳了。再说凤鸾国这2年国库空虚，世家一直牵制凤凰，凤凰想来没有精力会为了你而和东离国打起来，不然怎么这次本王稍微给些筹码，凤凰就直接让你出使东离国了？苏女君都是聪明人，一个男子而已，本王也不委屈你非要娶她为主君，侧君即可。你的孩子将来继承东离国，凤鸾和东离2国至少可以相安无事200余年，这天下百姓的安宁不考虑看看？虽说如今你的身边的郎君背后的势力确实不错，
但是和我们对上，你想全身而退很难。摄政王几乎把苏月瑶的路都给堵死了，真应了韦继华的那句话，不要试图反抗他的母亲。我娶小世子可以，如果中间你其他的儿子或者东皇的儿子生下女子，我的孩子又当如何？如果那样，摄政王府以后就是他的，他也将是下任摄政王。这个就不需要了。摄政王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如果东离国有合适的继承人，就不准打扰我的孩子。苏女君这么看重孩子，摄政王位在东离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权力地位可是难以取得的，本王觉得并未亏待他。如今东皇不管东离国事，您管着，但是将来上位的东离皇会不会这样想？权力财帛最动人心，我的孩子在东离国没有任何的权势，将来的下场也不会太好。既如此，还不如让他从小就是一个平凡快乐的人。而且如果我先生下了孩子，这个皇位你要保证只属于他，不能因为后面再有其他的人而把他废掉，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不允许的。苏月瑶，你提的条件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王爷随意吧，发动战争使用离间计，又或者我们之间的势力对上，我们就直接鱼死网破。屋里气势一下子像是停止了一般，两人谁都没有说话，这也是苏月瑶目前唯一不想妥协的地方。本来韦继华他也打算娶了，倒不是被摄政王压迫，而是他不想再拉扯。就像这里人总说的一句话，一个男子而已，他已经做了很多和这个世界不同的事情，够出挑了。有能力的女子，有权势的女子，他们的后院男子数不胜数，而偏偏唯独他一再躲避拒绝，本身就不符合常理。他如今看透了一件事情，他生下双女，在朝中官位再高，也逃脱不了这里的女子生育子嗣娶郎君的宿命。行，你的条件本王答应你。王爷既然答应了，不手写份契约出来吗？本王说到做到，本王此生所说之事从未失信过，你爱信不信。王爷，私事说完了，来说说计划的陪嫁。虚城地处狭小，不如您再把虚城往东30里的地方规划给凤鸾国呗。苏月瑶，你要不要点脸？本王可是刚刚已经承诺东离和凤鸾两国200年间和平相处了，你还让本王割地？那200年间的和平，可是将来东离国的女皇从我肚子里出来送给她的。想来她是个尊老爱幼的女子，不会私自发动战争，不算是王爷给的嫁妆。哼，苏月瑶，本王刚刚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能说呢？要是你生不出来呢？生不出来，那就算是韦继华嫁给我的好处吧。毕竟不是我想娶，是您想要赌一赌我的气运，把她嫁给我的呀。苏月瑶，你……王爷，如今我都要娶您的儿子了，一家人我就不客气了。百里岩当政这么多年，从未遇到过如此和他说话的人，关键是他不能弄死他，他多少年没有这么憋屈过了。苏月瑶看着摄政王黑青的脸色，虽说压迫感十足，但是他还继续的试探摄政王的底线在哪里，继续的说：王爷，给你儿子的陪嫁不能小气吧？继华也是因为您的后院郎君问题，导致他自小离开您的身边，如今好不容易找回来，您不是很宠他吗？不要做表面的功夫，来点实际的。我后院的郎君个个都很优秀，要钱有钱，要势力有势力，您再不多给他一些，他跟着我回到凤鸾国，吃亏了怎么办？您说是吧？凤鸾和东离签署了至少200年间的和平之意，虚城往东30里为凤鸾国土。王爷，东30里的地方又不大，凤鸾国最多建个城口，把虚城保护起来而已。摄政王听到苏月瑶的话，顿时想要打他。建个城口，虚城加上30里，那可是真正成了一座城池了，还而已。不行，30里太多了，最多10里。好，成交。摄政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苏月瑶又继续的说道：那王爷来说说给继华金银财宝、宅子、铺子之类的陪嫁。苏月瑶，你一个女子向男子的母亲直接讨要嫁妆，合适吗？合适啊，这继华可是您半卖半送让我娶的，我如今娶了，您可不得给我些好处不是吗？
苏月瑶此时才不想要脸呢，她都被各种的压迫了，甚至下马威刚都经历过了，她不能来一趟就只让这摄政王舒心了吧？最起码让他破点财，也让他开心开心呢。要不然，王爷在东离城1/3的铺子、宅子都给我吧。季华跟着我回了凤鸾，来回送银子也不太方便，直接折成银钱给我也行啊。我直接把王府送给你得了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王爷身为东离国的掌权者，想来是银钱很多的。你不是从来不要郎君的嫁妆吗？那是针对自由选择的郎君，季华可不同，是摄政王您自己半卖半送给我的，所以不一样。本王的小儿子嫁给你，怎么叫半卖半送了？苏月瑶没有说话，脸色带着一丝的委屈看着他。摄政王彻底被苏月瑶给整破防了。苏月瑶，你一个女子摆出来一副男子样子干什么？季华如今才学、武功、修养各方面在东离国都是拔尖的，东离国多的是女子想娶他，本王把他……那王爷就把季华嫁给其他的女子呗，我可以不娶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唯一就是没有我这肚子，生过双女的肚子。行，季华的嫁妆本王会看着多给些。苏月瑶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既然王爷我们已经谈妥了，把两国的契书顺便也写了呗。这时候苏月瑶倒不急着走了，看着这摄政王黑如锅底的脸，心里呀那叫个舒坦。等诗词大会后，你和季华成亲，季华会带着契书回凤鸾国。我和季华的婚期定在何时？会和你们两个的八字再确定。能不能快一点？我想早点回凤鸾国去。良辰吉日是这么好选的吗？王爷，那可不行。你要是选个几个月后，我难道还要在东离国里等着吗？这个月底参加完诗词大会，我们两个必须成亲。苏月瑶，这里是东离国，不是你做主的地方。我知道啊，我娶夫还不能提要求了。要不我先回去，让季华直接坐轿子去凤鸾国吧。苏月瑶，本王是太好说话是吗？那倒是没有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王爷可以趁着合八字的时间，把要给季华的嫁妆送过来。苏月瑶看着摄政王已经到要发火的程度，敷衍行了一礼，也不管摄政王直接离开了。苏月瑶离开后，百里岩一用劲儿，手里的毛笔直接断了。来人！王爷，小世子的训练再多一倍。诺。黑衣人看着主子如此暴怒的样子，不敢反驳的应道：让青天剑最快核出小世子和苏月瑶的八字，选出1个月内好的日子，昭告天下凤鸾国太女太傅和本王世子联姻的消息。王爷，如今公布出来，林月国、花胜国、水源国3国知道以后，只怕也会动了心思。哼，都是依附在本国的附属国，他们实力苏月瑶看不上。哦，属下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黑衣人领命退了出去。苏月瑶在四方馆派一队人保护她的安全，不用再监视她的行动，只需暗中保护即可。主子，苏月瑶的郎君动向还要看着吗？不用，苏月瑶没有那个心思整起来的，她的郎君只是想护着她。凤鸾国苏府有其他异常没有？没有传来异常的情况，除了南疆圣子已经出发到了南疆，其他人没有任何异常。把派过去的人整合起来，等小世子嫁过去都给他，而且这些人以后也不再听令我们，懂了吗？属下明白了。让管家给小世子准备一份比其他世子高出2成的嫁妆，铺子之类的折成银钱给他。好的，王爷。百里岩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就让黑人离开了。殿下，你们不会一直在门口等着我吧？旗主，我们也刚到，我们派人守在摄政王府的门口，你出来的时候就有人通知我们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进去吧。众人看苏月瑶没有任何的事情，松了一口气，往四方馆里走去。你就是苏月瑶，也不怎么样啊。你哪位？我怎么样不怎么样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六殿下不得无礼。见过苏女君，在下林月国使者，这位是本国的6皇子。本皇子是异国皇子，你见了本皇子还不行礼？林月国，
这是哪里？七主，这个国家在东离国的东边，两国之间隔了一个东河，是个很小的国家，依附在东离国。你一个小国家的皇子，在我的面前蛮横什么？我的郎君还是一国皇子呢。你放肆！六殿下，你再这么无礼，臣就要告知陛下了。苏月瑶不想和他再多的纠缠，直接抬脚准备离开。你不准走！你……六殿下，你再惹祸，回去陛下就给你赐婚国公府的女君。众人都没有注意到星辰的表情有一丝的不自然，甚至他格外多看了那位六皇子。星策君，你在看什么？那个皇子如此对七主无礼，你是不是想把那个皇子打一顿？我们晚上把他套着麻袋打一顿好不好？星辰看了眼许明鹤，直接跟上苏月瑶的脚步往住处走去。许明鹤摸了摸头，这皇子如此对七主说话，星策君竟然没有发火，那他晚上要不要行动把他给打一顿？众人到了院子，苏月瑶直接去了书房。星辰和许明鹤两人在书房附近巡查了一圈。七主，我们院子没有任何旁人，但是咱们院子外倒是有人秘密的守着。我和摄政王谈好了，会取韦继华为侧裙，想来他是放心我的，只让人守在院子外了。如此甚好，七主也能自在些。对了，摄政王已经答应虚城外东10里划给凤鸾国，摄政王也愿签署100年和平的契约。虚城往东10里？虚城位置虽好，但是实在是太小了，两国之间一直都各不相让，不让外扩，如今倒是个机会。回去了，直接往外扩10里，修一座城墙。七主，若是如此，东边又多了一道防线了。这样，孙家以后再守着东边关也安全一些。如果将来两国能通商，就在虚城进行交易，如此既不用担心边城，也不怕混进奸细之类的。七主，我替孙家和边关百姓谢谢您。不用谢，我应该做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摄政王先是上来摸我的脸，我又反摸回去，之后有下人过来，他气的就把人给打死了，还让我看着，简直就是个有大病的。七主，你摸了摄政王的脸？是啊，他不相信我是苏月瑶，非要看我易容没有。星辰听到这里，顿时有些无奈，看来只要查过苏月瑶身份背景的人都有这些想法呀。七主，你不会真的易容了吧？我易容不易容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七主啊，我看不出来，要摸才行。看来七主与之前变化太大了，所以才会让摄政王如此的吧？也许吧，摄政王会和我和韦继华的八字，我会在东离国完婚后才回凤离国去。那如今我们就等着吧。之后众人就散了，崔阳他们还要轮流守着院子，四方馆还住着3个小国家，他们不敢大意。此时书房里，苏月瑶身边只剩下大皇子和星辰。苏月瑶这才发现，星辰从他回来一直都没有怎么说话。星辰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啊？七主，你想知道？你说什么？没事，七主，我只是担心摄政王会把你和韦继华的婚事推后，让我们一直留下来。不会的，我给摄政王说了，要1个月内选定成亲的日子，如果晚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，让韦继华自己回凤鸾国。七主，韦公子嫁给你生的小女君要继承东离国是吗？是，如果在他其他的兄长前生下一个女子，这就是东离国储君，但是如果他们先生了，这个孩子就和东离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七主是如何想的？星辰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其他的想法？七主不是会拿孩子做筹码的人，你把孩子看得很重，比起东离国女皇，你更希望孩子自由自在的长大。是啊，一国女皇有什么好当的？天天忙忙碌碌的，一点自由都没有。毕竟权势富贵是那么多人向往的，而他的妻主却不喜欢。妻主心里有数就好，但其实如果将来妻主想要不受制于人，可以考虑先给韦公子生孩子，一旦孩子确认为东离国储君，妻主以后在东离国可是无人敢欺辱了。星辰，你就这么有把握我和韦继华能生出女子来？不确定，但是觉得可能会大一些。殿下，你想要孩子吗？上次我有孕是吃了星辰喂给我缓解身体的药丸，这个药丸远逸和药老又精进了些。
对女子身子很是自补。我要是和韦继华洞房，和你们在一起也知如何？这样的话，看看会不会也是多胎，或者谁会中奖？西主要给我生孩子？是啊，我觉得和韦继华成亲的时候，摄政王肯定会让我吃祝云果的，所以我才不想白白便宜他们呢。就是如此，会对不起远义和远景了。我本来打算按照你们进门的顺序生的，这几个郎君，其实他心里最有愧疚的就是陆家两兄弟。他们跟着他最久，平日里一个稳重体贴，一个活泼可爱。七主要不我和易阳的先不着急？不行，才不要白白便宜了韦继华呢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是双胎，你和易阳总会中一个，我还心里有点安慰。反正早晚都是要和你们生的。七主你给我生孩子，我会很开心。但是，一旦你给我生下女子，母皇那边又该有多余的心思了。陛下会有什么心思呢？七主，女皇怕你将来扶持殿下和你生的孩子继承皇位。东离国是因为没有女子，才从儿子下面选继承者。殿下，你母皇都有储君了，咱们的孩子争什么啊？但是凤鸾国前几任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也致使国家出现了动荡，所以一般有了储君的时候，皇子是很少会有子嗣的，这也是凤鸾国宗亲很少的原因。那你这么说，你都不打算要孩子了？想要啊，我一直以为如今女子出生率低，七主将来即使有孕，也只是生下小公子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七主你这么厉害。我厉害还错了？不，七主没错，是我身份有些。殿下，我不管女皇怎么想，你既是我的平夫，我就会给你生孩子。所以这次到了这份上，你和易阳必须要试试，不然我只给韦继华生，我的心就更不顺了。最晚娶的人倒是先有孩子了，坚决不行。而且也不一定会生女子呀，所以咱们就顺其自然。如果真的是小女君，我们也不会怕你母皇。听七主的。七主，我本不该打扰你和殿下说话，但七主这次如果还是多胎，凤都的世家们怕是更疯了吧？那就疯呗，无所谓了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削弱那些世家的势力。你们没有发现东里的经济要比凤鸾国繁荣很多吗？是繁荣很多，摄政王早10年间就开始清理那些世家，如今这2年才稳定局势。我们凤鸾国缺一个能干有谋略的摄政王呢。凤鸾国想要发展好，就必须要君主集中制，就是实权要握在陛下的手里，不然推行政令各种的事情都要受到世家的掣肘。而且陛下还猜疑心太重，他怕臣子有反叛之心，臣子怕陛下玩事后卸磨杀驴，这样互不信任的关系能好吗？七主，母皇确实疑心太重，七主将来真的给我生下孩子，你会考虑让她当上凤鸾国的女皇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觉得太女殿下就挺好的，品行各方面都不错，但是如果真要被逼得没有办法了，我想咱们也是要反击，一直处于被动就太麻烦了。本来他只想要当个咸鱼，但是咸鱼的背后总是被人逼着走，选夫生孩子，到最后还不如自己握着权势。将来让他的郎君去处理事务，他不是照样可以咸鱼吗？七主，如果哪天真的发生冲突了，你不用顾虑我，我会站在你身边的。苏月瑶看着大皇子的眼神，心里暖暖的。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等怀上你的孩子了再说吧。七主这次有孕，要是再怀了2个，我都想看看这些世家的脸了。星辰，你还想看热闹？其实我也想看，只是他们那个疯狂劲儿，我怕是受不了。到时候不是七主受不了，是我们要如何抵挡了。这次七主选了几位世君，有些世家还在等着给你继续送人呢。苏月瑶听到这里有些抓狂，要不就单独给韦继华生孩子吧。七主决定就好，这个我们决定不了。虽说七主害怕，但是也不一定真的发生，就看七主要不要赌一赌了。赌？要是真的怀了双胎，谁要是敢给我送人，我就去他们府上抹脖子去，到时候我看谁敢。七主，那倒不至于。回去了，我们就把那些喜欢蹦跶的世家给搞了。七主，明日宫中会有接风宴会，
你准备带谁进宫去？能带几人？使者是要跟着去的，公羊弑君和普弑君要过去，妻主身边带2个弑君去就行。就你们2个陪我去吧。妻主，让易阳陪你去，我明日要去查探些消息。好，那你出门小心一点。放心。翌日，苏月瑶、大皇子、崔义阳、公羊若愚和普安上了马车去参加宫宴。等苏月瑶几人到了宫殿里时，发现其他国家的人都已经来了，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男子，没有一个女子。但是东离国女皇和摄政王还没有到，苏月瑶的位置很靠前，直接是靠近上座下面第2的位置。大皇子坐在苏月瑶的一侧，崔义阳、普安和公羊若愚坐在后面。这时，昨日挑衅了凌月国的6皇子季景玉不顾本国的使者阻拦，再次走到苏月瑶的面前说道：苏月瑶，昨晚是不是你派人把本皇子打了一顿？哼，你这被打的很是对称吗？这2只黑眼圈的眼睛啊，真喜感。这是哪个人干的？做得好啊！你还敢笑我？肯定是你干的。我们这些人带的高手加起来都没你一个人带的多。把人给本皇子交出来，本皇子要打回来。6皇子，捉贼拿赃，你有证据证明是我派人干的？没有证据，可就是污蔑我了。一定是你干的。本皇子昨日也就和你起了冲突，当晚就被打了。啊，看来你得罪的人不少啊，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要打你呢？就你这性子，我还不屑找人打你呢。你，缪殿下，你别闹了。他们确实没有证据啊，而且这苏月瑶也不是他们能惹的。昨日东离国已经发布出来消息，他不日就要和摄政王之子完婚。苏月瑶，在场的出使过来的都是皇室的皇子，你一个平民怎么有资格的坐在这里的？你很好奇我有没有资格坐在这里？你去问东离国的摄政王呗，是他让我过来的。缪殿下，东离国女皇和摄政王要到了，回座位上去。苏月瑶看着那双熊猫一样的眼睛就想笑，打他的人也是个人才，但是他突然想到，这不会真是他的郎君动的手吧？殿下，他不会是你们安排打的吧？不是，我没有下这命令。这皇子说话这么不好听，想来是得罪其他国家的人，被其他人打的。他都好奇凌月国的女皇怎么会教出来这样的皇子，典型一个熊孩子。陛下到，摄政王到。各位远道而来，不用多礼，都坐吧。谢陛下。苏月瑶落座后，发现自己旁边空着第1排的位置坐了一个人，瞟了一眼，发现是韦继华。韦继华笑着对苏月瑶点了点头，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他整个人带着疲惫。韦继华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了，自从他接了苏月瑶来东离国，母皇对他怎么越来越狠了，恨不得累死他。他现在迫切的想要嫁给苏月瑶，摄政王府简直是没法待了。学不完的策略，看不完的书，练不完的功，他这10几年都没有这么累过。抬头看向上面坐着的东离女皇，长着也很好看呐，身姿挺拔。他以为东离女皇不管事情又好男色，一定是那种肥头大耳油腻的中年妇女形象，但是完全不像，很有气势，也很有威严。其他2个国家呢？苏月瑶下意识地看了过去，发现挨着季景玉坐的是一个长得有一丝艳丽的男子，头发不似他们这么黑，有些发棕的颜色，配合他的五官，真俊呢，又帅又美。这个世界呀，没有美男子，只有更俊美的男子，什么风格你都能找来，女性的天堂啊！这时他耳边传来了一声带着凉意的声音：妻主，觉得对面的人俊吗？不俊不俊，没有殿下好看的，君涛可是最好看的。哈哈哈，妻主，你这满满的求生欲可真可爱。没事的，我们都很大度。妻主要是喜欢，我替你问问他们要不要嫁给你。我只是纯欣赏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啊，那我和殿下误会妻主了，理应受罚，回去之后任由妻主处置。
一直听说凤鸾国的苏太傅极为宠爱郎君，今日朕一看，这传言是属实啊。陛下说的不错，我确实很宠郎君，毕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在我看来，后院和睦了是一切的开始。苏女君如此觉得的，想来本王的小儿子嫁与你，本王倒是不怕他受欺负了。王爷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他的。凤鸾国和东离国会签署和平契约，苏女君有如此才学，不如多留下些时日，指点本国的学子们。多谢陛下的厚爱，只是家中尚有孩童在，实在是想念的紧，就不多留了。看来苏女君不只是宠爱郎君，连孩子也宠得紧呢。苏月瑶没有回答，笑了笑。之后就是其他国家的皇子和女皇摄政王说话了。苏女君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娶走？这要看你的母王打算了。你知道我们八字合了没有？这事情我不知道啊。我母王最近给我加了很多课业，我没有时间。那你好好学习吧，我不急。苏女君，你不救救我吗？你要是娶晚了，我都要被这无止境的训练给磨死了。不救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苏女君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这一次可好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你好好学，毕竟以后你跟着我走了，你再想学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不想学。韦继华彻底生无可恋了。你再忍忍，我说了要在1个月内成婚的，所以想来快了吧。而且等诗词大会过后，咱们成婚有些东西也要准备，到时候我把你约出来吧。苏女君，你太好了，1个月吧，挺好，挺好，你简直是上天派来的救兵。我也没有做什么呀，我黑了你母王很多的东西，特别是你的嫁妆，所以他迁怒你很正常。韦继华听到后一言难尽地看着苏月瑶。苏女君，我不反对你黑我母亲，但为何最后我遭殃啊？你知道这2天我怎么过的吗？这是你母亲对你的爱，不关我的事。韦继华受打击般可怜地看着苏月瑶，让苏月瑶都觉得他有些可怜了，但是一想到他千里迢迢来到东离国，就觉得他活该。记住，你对面那位皇子一直看着你。什么？苏月瑶抬头看向对面，发现刚刚那个头发发棕的男子眼睛深深地看着他，他可不想再招一个回去，就这后院还有6个等着他宠幸呢。他的腰啊，不行，坚决不行。天地良心，我可没有其他的意思呢。妻主的魅力太大，总是这么吸引男子呢，这要如何是好啊？就在苏月瑶觉得终于要结束的时候，事情发生了。上茶水的工人一不小心绊了一下，眼看一壶热水要洒到他的身上，崔阳和大皇子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时，半挡着的时候，工人像是知道他们的动作，热水倒是洒到他的身上一些。苏月瑶满脸黑线，这手段是好熟悉啊，为何都有这情节呢？西主，烫着没有？没有，就是衣服湿了点。苏女君，奴不是有意的，苏女君饶命！来人，把这冒失工人拖下去杖毙了。王爷等一下，我有话想要问这工人。你是故意往我身上泼水的，是想干什么？一会儿我去换衣服，会有人等着我，还是你刚刚的热水就打算泼到我的脸上，意图毁了我的容？奴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奴听不懂您说的话呀。摄政王听到苏月瑶的话，脸色阴沉，直接摆了摆手，一个黑衣人把工人给压了下去。旗主先去换衣服吧。陛下，王爷，我此行代表凤鸾国参加誓词大会，昨日也谈妥要娶王爷之子，2国友好相交，我不会被其他有心之人利用，质疑贵国的用心，还请陛下和王爷也能如此相信我，并无窥探东离国或者做出危害东离国的事情。大殿中此时静悄悄的，众人都没有想到苏月瑶会如此明说。本王相信苏女君的用心，你和世子的婚期已经合出好的日子，就在10天后，本王世子嫁与你，本王会将虚城东10里的土地划给凤鸾国，就是本王看中苏女君之心。多谢王爷。陛下，王爷，我衣衫脏了，就先回四方馆了。
苏月瑶行了一礼，直接走了。那个工人有问题。七主发现了？想来摄政王他们离得远，所以并未看清楚，只当工人不小心了。我刚刚问的那些话，希望摄政王会查看吧。我不会武功，但是你们两个同时护着我，那茶水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还是泼了上来，而且是肩膀。他不小心摔倒水，也是应该洒到我裙摆的位置上的。七主说的没错，我们在后面看得清楚，他是故意的。好在七主今日穿的外衫是特制面料，不吸水，不然一定会烫到七主。看来有人不想凤鸾国和东离国签订和平协议了。七主，今日我和普安在和其他3个国家使者说话的时候，发现这3个国家一直都有矛盾纷争，而东离国一直都会从中调停。但是今年东离国有了一些其他想法。难道东离国准备对他们动手？如果东离国和凤鸾国一旦签署了和平协议，凤鸾国就不会在东离国动手的时候出兵，所以那他们3个小国就危险了。是这个道理。原来东离国吸引我过来，不单单是为了让韦继华嫁给我，还打了其他的算盘呢。当权者想的可真多。苏月瑶话音刚落，马车突然一个急刹了一下，大皇子立马扶住苏月瑶。这时崔阳直接把苏月瑶给压了下去，一支箭直接射到刚刚苏月瑶坐着的地方。外面顿时传来了打斗的声音。苏月瑶被崔阳压得有些不舒服，刚动了一下。七主别动。我们要不要3班车？我们暗中的人手能抵挡住，而且此处离皇宫不远，摄政王暗处有人护着七主。再等等，下了马车会有暗箭，更危险。过了一会儿，马车剧烈颠簸了一下，马车里的4人都晃动了一下。大皇子和崔阳始终紧紧地搂着苏月瑶，即使撞击到车厢上，2人都没有松手。公羊若鱼和普安挡在3人面前，这时天空传来舰体落地的声音。大皇子和崔阳紧紧地护着苏月瑶，马车里再次有箭射了进来，都被公羊若鱼和普安打落。苏月瑶看到是一种很细的箭，众人眼中都带着凝重，看来暗处放冷箭的是个高手啊，能精准射进来。而且外面的打斗声一直没有停，那就说明杀手人很多，来的杀手要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呀。这东离国被这么多杀手混进来，竟然没有发觉，真是该死。而在此时，马车剧烈的晃动，大皇子和崔阳直接抱着苏月瑶站了起来，车厢外传来箭入车体的声音。七主，他们要拆马车了，殿下护好七主。崔阳立马说。这时车厢直接4分5裂的散架了，大皇子搂着苏月瑶落到不远的地方，崔阳、普安、公羊3人呈包围状护着苏月瑶。苏月瑶第一反应是好浓烈的血腥味，前面不远处一群黑衣人在打斗，他根本就分不出来谁是谁的人。这时暗中不时有冷箭过来，都被几人给挡了下来。之后有黑衣人靠近他们，崔阳和公羊若鱼2人把靠近的杀手一一斩杀，中间零星会有暗箭都被大皇子和普安给挡了下来。在众人焦灼的时候，星辰和许明鹤出现了，在苏月瑶身边的杀手一瞬间全部倒在地上，但是一直有新的杀手出现，武功都不低。好在星辰和许明鹤的武功在他们之上。许明鹤把他面前的杀手杀死后，出现在苏月瑶面前。七主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受伤。许明鹤此时眼神中带着很强的杀气，整个人的气势很强。许世军，去找暗中放黑箭的人。交给我。许明鹤说完，一个身影消失了。又过了一炷香，从宫中方向出现了一批禁军。杀手看着大批禁军，直接打了一个手势，开始撤退。苏女君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这离皇宫不远，这么多的杀手，禁军还来得这么慢。苏女君，在下在赶来的路上遭遇了伏击，所以来晚了，请您恕罪。你们也遇到了？去看看和这些黑衣人是不是同一批。众人听到这话，眼神中带着慎重，这是下了杀令了，不然不会派这么多人来。许明鹤此时出现了。抓住暗中放箭的人没有？七主，我杀了2人，在杀第3人时他的武功很高，
我快擒住他的时候，突然又出现一人，被他们逃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七主，我们先回四方馆去。易阳、普安、公羊，你们3人留下来。七主，你先回府去，我们3人留下来查看能不能找到证据，证明谁要杀你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你们3个要小心一些。你和明鹤怎么知道我们出事了？我看到天一他们发的信号了，当时我和许世勋在一起，就着急的过来了，好在来得及时，不然以刚刚的杀手人数，你们根本就撑不住。暗中保护我的人有伤亡没有？不知道，这次杀手的武功路数是东离国的招式，而且内功很强。苏月瑶听到后沉思了，这么快就动手，那就证明此人一定在宴会上，不然摄政王刚公布消息，这边出了宫就遇刺。几人眼神中也带了担忧，他们暗处可是给七主配了40多个高手，刚刚直接被杀手们攻破了，要不是星辰和许明鹤，他们怕是都要受伤。回到四方馆后，忙了一天了，你先休息吧，剩下的事情我们来查。殿下，七主我守着，你去安排吧。还有一会儿东离国派人过来，一律打发了，就说七主受惊不见客。好。众人担忧的看了眼苏月瑶，都跟着大皇子离开了。七主吓着了？我没有被吓着，就是感觉有些血腥，而且刚才在宴会上有工人往我衣服上泼水，之后离开就遇刺，这背后之人是不想凤鸾国和东离国签订友好协议吗？七主，这其中有些原因，不只是这一点，还有其他的。还有其他的？会是什么？我应该没有碍着其他3国的事情吧？七主，和您的生父有关，我今日去查了一些事情。我生父？原主的生父不会有什么仇家吧？查到他来杀他的？七主自小戴的玉牌是林月国皇室的东西，父亲从未说过自己的身世，他只说他是学习游历中遇到母亲并嫁给他的。你查到我父亲确定是林月国皇室的人？我去了林月国打听了一些，林月国上一任有位皇子一心热爱起义，不顾女皇给他的赐婚，逃出了林月国不知去向。我混进皇宫，见了父亲年轻时的画像，现任林月国的女皇是父亲的妹妹，这位女皇一直都在暗中找父亲，应该已经查到父亲之前在凤鸾国的事情。他没有查到我吧？七主，我不知道，您的长相和父亲年轻时最起码有7、8分像，特别是您的眼睛，而且那枚玉牌曾经在一线出现过，查到七主身上是早晚的事情。那这杀手是谁派来的？他找我应该不是为了杀我吧？不是林月国女皇下的杀手，应该是林月国其他人安排的。林月国女皇前2年刚产下一位女君，已经立为皇太女了，是君后的孩子。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父亲从未把他的身份告诉我，也就说明他不想让我再回到林月国去，所以这君后还怕我回去抢他女儿的皇位不成？七主，这世上权势、地位、金钱是大部分追求的，而且东离国有意打算把这3个国家收入自己国土。之前东离国一旦动了，他们怕凤鸾国会背后偷袭，所以一直没有动。但是今年七主和韦公子的婚约是个契机，其他3国是100%不让你们谈成的。这次刺杀他们肯定是参与了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杀手。想来林月国的君后背后也出手了。七主，你打算如何？我不打算如何，我又不傻。虽说杀手是东离国的人，明显的嫁祸，我不想管这些，只要东离国和凤鸾国2国安稳不起战事就行。但是凤鸾国也要强大起来，不然将来东离国把附近的小国吞噬干净了，说不定就会看上凤鸾国，从而发起战争。毕竟弱国无外交，你弱了就会有人欺负你，有人想要打你。但是咱们凤鸾国的女皇如今还在猜疑来猜疑去呢，想想真是心累。七主看得透彻，但是上位者何尝看到这些？不然孙家嫡孙为何去了凤都还嫁给七主？好在孙世君还不错。孙家确实不错，孙老夫人我觉得很好。孙家守着边关还被陛下猜疑，想想更让人心痛。七主要不要去林月国看看？不去，要是去了，以后还有安生日子吗？如果真的是君后动的手，他心里更是难安，时刻都会觉得我会抢他女儿的皇位。一个女皇之位有什么想的？天天忙得要死。自从我当上了太女太傅，我都觉得心累。治理国家想要百姓安居乐业，
国家走向富强，哼，难得很。七主不想和林月国有牵扯，我就想办法把七主在一线一些事情模糊化。还有那枚玉牌，七主不要再示人了。我知道了。玉佩苏月瑶一直都贴身带着，原主之前就是带在身上。苏月瑶从拿回来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按照原主的习惯带着。折腾一天，苏月瑶有些累了。星辰服侍苏月瑶简单洗漱过后，就让她上床休息，连晚膳都没有用。说到底，根源还是在韦继华那里，他又想把他打一顿了。星辰一直搂着苏月瑶，等她入睡后，才走出了房门。门口院子里，南风、孙一白、许明鹤看到星辰，立马走了过来。星色君，七主没事吧？七主睡着了，你们3个去屋里守着七主吧。七主身边不能离人，我和殿下把这次的事情处理好。好。这时，会客厅里，摄政王派来的人正在和大皇子说话，两边颇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感觉。苏嫔夫，王爷让在下一定要看到苏女君安好才行，您通融下。本殿下的七主受了惊，不见客。这次他们可算是损失惨重，连星辰身边的天一、易阳、暗卫、青影他们都受了伤，更是死了好几个暗卫。他真的怀疑摄政王的人故意晚来，让他们损失人手。摄政王手下高手如云，怎么会来得这么晚？使者回去给摄政王复命，我七主没事，就是受了惊吓，已经睡着了，明日再过来吧。而且我们要此次刺杀的幕后黑手。苏郎君，王爷已经在排查了，一定给苏女君一个交代。使者回去吧。使者见今日是见不到苏月瑶了，就行礼带着人退下。七主怎么样了？可还好？已经睡下了，南方他们3人守着。东离国再待下去也不安全，我们要尽快离开。而且此次东离国纯属利用了七主，几乎把七主当成了靶子，杀手都吸引了过来。这摄政王真是一部飞机都没有走。能做到统领国家不受任何掣肘的人物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我一直都不觉得他能单为了一个不在他身边长大的孩子付出那么多。这摄政王从知道魏继华喜欢七主后就开始不齐了，就等着这3国动手，之后他们师出有名的好出兵，不是吗？但是好在魏公子真心对七主，不然我都有些想动手宰了他。七主如此怕麻烦，这中间的利益纠葛，我们能挡一些是一些吧。他本身因为韦公子来到东离国就不满，这中间的弯弯绕绕，要是七主知道了，这韦公子以后想来要是坐很长时间的冷板凳了。那也是他自找的，本来觉得他的势力各方面都能护住七主，最后发现他是最麻烦的。如今走到这一步，就看七主如何做了。韦公子娶回去了，不就是我们说的算吗？要是他对七主不忠，哼，有他受的。大皇子语气带着一丝阴狠。星辰默认了大皇子的话，他们这些嫁给苏月瑶的郎君可以有小心思，或者为家族争取一些福利，但是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背叛苏月瑶。哎，对了，林月国的6皇子昨日被人打了，是你动的手？不是，应该是许世勋动的手。你让他去的？要是真的要打，不应该是打人不打脸吗？今日那6皇子那双乌黑的眼圈，让七主笑了好一会儿呢。他昨日看着6皇子如此和七主说话，顺口提了一句要套麻袋打他一顿，我以为是开玩笑，没有搭理他。哎，没让人抓着把柄吧？大皇子想到许明鹤有时候不正常的脑回路，也头疼地问道。应该没有，林月国高手很少，许世勋要是这还能被发现，回头我再修理他一顿。嘿嘿，行，这许世君除了心眼有点缺，武功确实可以，对七主的心思算是最纯粹的。而且虽说七主有时候也对许世君无语，但是明显对他包容多了一些。等我们回到凤兰国，看看七主有没有意思在他们房中留宿了。留宿了以后，他们的心会更稳一些。殿下，你能劝动七主？我感觉难，让他们多和七主接触些。要是谈条件般的要求七主，会引起七主的反感。七主自己喜欢了，自然而然就成了。也对，是我着急了。殿下，我去再调一批人来东离国，最迟明日一早就会回来。院子的守卫，你和南风再检查一遍。行，那你路上小心。
星辰说完直接离开了，而此时在床上睡着的苏月瑶难得的做起了噩梦。七主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苏月瑶吐了一口气，看到床边的三人，你们守着我呢？新策军去找殿下商量下面的事情，让我们3个人守着七主。苏月瑶看着外面的夜色，益阳、公羊和普安回来没有？还没有，东离国的使者来过一次，想要见你，殿下给打发了。看来今晚外面肯定很热闹，派了那么多的人杀我，损失不少人。要是再被摄政王抓住把柄，这国家要被灭了。看来七主都猜出来了。想想就明白了，不用猜。南风，你们不用一直在我这里守着，四方馆应该是安全的。我们守着安全些，不能大意。外面不是有软榻吗？你们轮流去睡会儿吧。七主，你不用担心我们，我以前行军打仗，几天几夜不合眼都是正常的事情。七主，我要贴身保护你。那个放暗箭的高手还没有被抓住，你的安危太重要了，我不想当没有七主的郎君。苏月瑶听到许明鹤的话，嘴角有些抽搐，这话听着怎么不像好话呢？明鹤，不得胡说，我这不是担心七主吗？许明鹤觉得自己说的很对呀，为何他们看他的眼神不对劲？有好多事情都和他父亲们教的不一样。这次回去后，他还是要回去再多学习学习。现在时辰还早，七主再睡会儿吧，或者让厨房送些膳食过来。苏月瑶听到要用膳，就有些反胃，红红的血，红红的肉，哎呦，她没胃口。那个，我不想用膳，我再躺一会儿吧，你们在外间守着。七主不行，万一有人进了卧室把你掳走，我们在外间来不及出手。苏月瑶不想再说什么，直接背过身去，不想听许明鹤说话。也许因为他们的打岔，又或者因为他们一直守着他，后半夜苏月瑶睡得很平稳。翌日一早，七主要起吗？刚过辰时，还早。我想起来了，而且南风，你不用特意为了我改变什么，我觉得你那低沉冷静的声音很好听。我要是这样说话，七主不会以为我在凶你吗？不会，你先是南风，再是我的郎君，你不用迎合我什么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南风听到苏月瑶的话，心里很是触动。他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救出自己的亲人，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他会是什么样的。两人一起用了早膳，凶手查出来了？还没有，摄政王那边还没有传来消息。宜阳他们3个半夜的时候回来了，他们从那些杀手尸体上看出一些端倪，像是2拨人手。另一拨人手我能猜出来，先不管。好。苏月瑶用过早膳的时候，就准备去前厅看看大皇子他们。还没有到前厅，就发现屋里放满了礼物。苏女君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摄政王很担心，要不是王爷公务太多，他都想亲自过来。王爷公务忙，能理解，但是我如今在本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，要不我今日收拾收拾，离开东离国吧。苏女君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王爷已经派了他的黑甲卫暗中守着苏女君了，保证不会再出现此次事件。凶手最晚今晚前给苏女君查出来。我和小世子的婚事是不是可以取消了？毕竟你们王爷应该已经达到想要的目的了吧？一晚上足够他想清楚刺杀的事情。摄政王让他吸引火力的行为，他非常非常的反感。昨日要不是星辰和许明鹤及时赶来，他们肯定会受伤。苏女君，您和小世子的事情是2国之间的大事，日子已经核算出来了。王爷处理完手中的公务，会通知苏女君的。哼，你们王爷利用完我，还想我老实的娶他儿子，我觉得2国之间的合作确实应该再考虑考虑。苏女君，王爷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那我等着，要是不如意，我凤鸾国就不奉陪了。还有你们小世子想嫁谁嫁谁去，我不娶了。在下这就回去禀告王爷。使者说完就退了出去。七主，消消气。我没有生气，就是有些无力这次发生的事情。明知是摄政王的行为，又奈何不了他。七主，要是按照百里言是东离国的摄政王执政者考虑，他如此做并没有错。
是啊，我明白，只是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他算是把魏继华也算计进去了，皇家真是一点亲情都没有。他的母皇不也是如此吗？但是好在如今他能陪在妻主身边。唉，妻主，身为皇室之人，我们的命运半分由不得自己的，妻主不用想得太多，最起码我们也享受10几年的富贵生活。是我多想了，以后我们好好生活。嗯。一阳他们回来了没？哦，已经回来了，他们忙了一晚上，我让他们去休息了。那些杀手应该是东离国背后的杀手组织，东离国的禁军确实也被偷袭了。昨晚摄政王没有及时救援，是因为宫中出现了一点状况。什么状况？是不是宫里那个换衣服的屋子多出了男子？妻主猜得不错，昨日宴会那个工人是故意把水洒到你身上的，他们的用意就是要把你引到那间屋子里，里面是东离女皇后宫里面的一个贵人。这是打算让我和这个贵人发生什么？之后东离女皇又要亲眼看到她的郎君和我发生什么，一怒之下想把我杀了都有可能。真是老掉牙的宫斗剧情啊！但是这方法真的确实好用。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妻主会这么警惕，直接离开了宴会，没有去换衣服，而且那个工人本也没打算活着。摄政王是出了名的重规矩，遇到犯错的工人绝不留情。当时那样的接风宴会，那名工人如此毛躁，那是必死的。这样事后即使妻主觉得有些问题，也死无对证了。但好在妻主问了那工人几句，摄政王安排的人直接审了他。他招供有人在宫外挟持了他的家人，如果他不照做，他的家人都得陪他一起死。得到消息的摄政王便安排人去宫外，那工人的家人已经全部死绝了。之后韦公子昨晚在回摄政王府的时候也遇刺了，只是人不多，并没有出事。真是大手笔，那么多的杀手都是东离国的。就是这点才麻烦，按照动机，那3国是最应该动手的，但是他们明面的人都没有参与进去，所以证据不好找。我们就等吧，看着这东离国的摄政王到底有多厉害，查到什么程度。他简直就是受到了无妄之灾。这时有下人进来禀告：女君，殿下，韦公子在院子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好的，女君。韦继华进了屋子，直接行了礼，对着苏月瑶说：苏女君，你有没有受伤？要不是昨日我郎君们拼死相护，魏公子说不定就可以换一位旗主了。苏女君对不住，昨日我那边也出了一些状况，没有及时派人保护你，是我的错。苏月瑶没有想到魏继华会这么阔离的道歉。我母王知道你会生气，她不是故意拿你当诱饵的，但是她还是存了利用你的心思。这里我替她向你道歉，我事前并不知情，魏继华语气带着一丝慌乱，不知道要如何解释。他回东离国时日尚短，很多事情他并不知情。昨日事情发生后，他才明白了自己母亲的用意。韦公子不用和我解释这些，我当初只以为你母亲偏爱你，让我娶你，考虑我能生孩子，没有想到中间还牵扯到国事。摄政王大概是要对另外3个国家动手，你我之事只是一个契机。但是韦公子，我想问个问题，以你母王如今的作为，说不定将来还会对凤鸾国出手，到时候你嫁给了我，你会为了你的母王背叛我吗？不会。苏女君，我既然要嫁给你，以后我就只是你的郎君，无关我之前的身份背景。如果以后东离国和凤鸾国开战，我要做的就是护你周全。他到底是有多好，让他如此死心塌地的？苏女君要是不相信，我以我死去的父亲起誓，此生绝不背叛于你。如果背叛，我相信就是了。虽说这里人最重的誓言就是以死去的亲人为誓，但是他们之间的事情还是不要打扰底下的长辈了。韦继华听到苏月瑶相信他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他真的挺怕苏月瑶不要他的。要说以前他是看上苏月瑶声誉或者什么，但是如今越是相处越是喜欢。这是我母王选好我们2人成亲的日子，你看看。这日子可以，我没有问题。我既然要娶你当做我的侧君，聘礼画作你可以选2幅画。苏女君真的要给我准备画吗？
我想要一幅山水画，和一幅我们的合照画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多谢苏女君，吩咐这2日会送来。城东有处我的宅子，定做我们的婚房，可好？这些你看着安排吧，成亲前我会搬过去。行，苏女君，我母王说了，因为刺杀的事情，诗词大会直接取消了。但是她想明日让你去东离国的国学监看看，和东离国的学子交流一下。东离国的文人水平怎么样？这里的国学监和凤鸾国的文人馆相比哪个厉害？凤鸾国的厉害。这里的国学监唯一和文人馆不同的是，他们招收平民百姓。东离国之前的世家都被母王收拾了个干净，没有才学的世家弟子根本进不去。母王在摄政王府还特意修建了一座书塾，只要是有才学的百姓都可以参与考试，通过后就可以入书塾读书，之后这些人会参加国子监的考试。凤鸾国的文人馆几乎都是世家学子的天下，毕竟要过那么多的评比才能进去，一个小门户的家族几乎很难供养一个学子。进文人馆的学子确实是有真才实学，各方面也都很优秀的世家子弟，但是他们为官后也都是为了家族。但是和东离国不同，他们只要有一门学科很强，就可以破格录取，策论文采只需要中等水平。东离国有摄政王，他只要有野心，按照这个程度的发展，以后必将能统一这片大陆。我知道了，你告知你的母王，我明日会去国学监看看。好的，苏女君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明日我来接你。七主是想学习东离国的国学监的制度？是啊，韦公子其实说得很对，文人馆每年评比过的学子太少，而且都是世家子弟。陛下一直都想要告别世家的控制，就应该自己握着这些学子。七主要是改，凤都的那些世家不大好同意。文人馆出来的学子几乎都是要留任凤都的，将来都是往3品以上的大官走。这些家族之后又笼络下面州府的知府、县令，甚至直接实行继承，一个州府到最后都成自家的。如此以后还有百姓的出头之日吗？众人听到苏月瑶的话都陷入沉思。这不是一步就能搞定的，我们回去慢慢来。星辰怎么不在？他去哪儿了？星辰去安排人手了，昨日我们损失了一些人手。死去的人都运回去安葬了吧？已经安排了，七主，这是他们的命，护主是他们唯一的任务。我明白的，在这里有些时候最不值钱的就是命，他无法改变什么，也做不了什么。我去院子里走走，想来昨晚你们也都忙了一晚，也都回去休息吧。大皇子和南风几人站在不远处，有些担忧地看着苏月瑶。殿下，七主如此没有事情吧？你们都去休息吧，七主这儿我来守着，他会想清楚的。今日发生的事情确实有些多，让七主自己待一会儿也好。大皇子又等了半个时辰，才抬脚走了过去。七主，殿下不去休息吗？我看你眼底都有黑影了呢。我还好，七主的心情好一些没？好多了。殿下，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我心情不好的点在哪里？我大概能明白一些。我出发来东离国前，主君有和我说过一些，说七主的心思和我们不同，你对谁都是一样的，特别没有尊卑的界限。芊芊还特意和你说这些啊？主君很关心七主，他甚至比我们更了解你心里的想法。七主，在我们心里，你是最重要，不能有事的。那些我们安排的保护你的人，他们的命就是为了保护你。也许他们将来在安排其他事情上也会死，这就是他们身为暗卫的命。殿下不用和我解释，我都知道。心和倔强